没有 Proton X70 就没有我的这个 YouTube 频道。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跟 Proton 要求拿了这辆 Proton X70 Premium X 出来试驾。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销量方面是马来西亚的 King of C Segment。when 我们讲到 C Segment SUV 的时候，它的对手就是 Honda CR-V、Mazda CX-5、Nissan X-Trail、Toyota RAV4 等等的这一些 SUV。而所谓的 B Segment SUV 就是它的弟弟 Proton X50， 对手是 HR-V、CX-3 等等。所以这辆车子它的最新售价是122,800块，然后有 SSD 税务回扣之后是便宜了7000块，是115,800块。所以这个 X70 它的售价，我们说 High Spec 对 High Spec Apple to Apple 来说，它平均比它的对手们的高配便宜了33000块马币，33000块到5万多块左右。一般上我们说一辆车子的销量很高，是不是代表它的质量很高呢？我去Lazada，我去淘宝买东西，同一个 item 我通常会先选 most popular 或者销量最高的。所以因为销量最高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保证了。销量最高未必代表它的质量越高，但是它可以代表它很受欢迎。所以今天这期主要就是要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它会胜出是不是单纯因为它便宜，小个短便宜又大碗，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来认真的了解，认真的看一下。所以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没有 subscribe 的朋友记得 subscribe 我的频道，还没有 follow Instagram 记得 follow Instagram。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我讲过 ，and let's move on。如果一辆 X70 中间这个 logo 是盾形的，那就代表它是从中国 CBU 整装进口的；而如果它是圆形的，最新的这个 logo 就代表它是在马来西亚霹雳州丹中马林 CKD 本地组装的版本。我们刚才一直讲 C segment 因为它的车身轴距是2670mm， 也就是比 Honda CR-V 长了10个mm， 然后 Toyota RAV4 是2690mm， 所以它的车身轴距是介于 CR-V 和 RAV4 之间。轴距的意思是前轴到后轴之间的距离，所以轴距越远就代表它的 segment 越大。它的对手通常都是用17寸到18寸，它是用19寸的轮圈。它有 foot sensor， 也就是 hands-free power tailgate， 足部感应的电动尾门，你也可以透过 button 关闭它。然后 X70 的行李箱空间有515公升，它不是同级主要对手当中最大的，但是它肯定比 CX-5 大啦。所以同级对手来说，最大的是 Toyota RAV4， 接着到 Honda CR-V， 到 Nissan X-Trail， 才到这个 Proton X70。所以我们说 main competitor 来讲，它只是比 CX-5 大。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下面这边这个备胎的地方凸上来太高了，所以就压缩了它的整个空间。椅背再细一点的话，又会进一步的再缩小它的行李箱空间啊。当然 ，of course， 如果不够的话，你还是一样有这个60，这个是40，所以它就有60/40分离倾倒的功能。首先，腿部空间是相当的足够啦，一般习惯用翘脚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要比拳头的话，还有位。头部空间，即便它有这个全景式玻璃天窗，全景式玻璃天窗是这个 Premium X 比 Premium 多出3000块最主要的一个东西，采光非常的好。它后面这边是有 Air Cleaner， 就是空气过滤机这样的概念2个冷气出风口，2个 USB 接口，然后这边还有2个杯架，整个东西大死啦。然后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2点，第一个就是它的地板是几乎是 flat 的啦，所以中间的人也可以有非常宽裕的腿部空间，还有乘坐空间。为了拍这个片段是有点大阵仗所以现在我又来看一下，我放这2个 baby car seat这个是小的要rear facing 的，还有一个大的 front facing 的，所以我只剩下这样子的位来做。所以滴滴 ，OK， 好像现在这样子我是很难进的嘛。可是因为这个车有 Boss Switch 所以我不用这样狼狈，我只要手轻轻这样子OK。去到完了椅背也可以倾斜，所以你看，如果你要上下车是非常方便的，因为你自己就可以做了，不用别人来帮你。OK， 所以现在我要跨进来了。OK， 哇，真的是很窄，不是车的问题是这2个卡西我买到是特别买这样大的。可以关门关得到吗？我收藏。我现在是用一个最极端的方法来测试 X70 的后排，就是放入2个非常大的 baby car seat，
所以我奉劝各位，如果我没逮机不要买这样大个卡西，因为你就会落得像我这样的下场了，就变成 hamburger 中间那块肉这样子。即便如此啊，如果我的手放开一点的话呢，就是左拥右抱啦，我还是可以的，因为它的椅背来说是蛮斜的，所以不会说整个很窄这样子，而且even是这样子，我还是可以翘脚啦。现在上到来高速公路之后呢，我开始就觉得很跳了。但是这条路你知道咯，塞布尔加亚、布特加亚本来就是这样跳的，只是在这辆车身上就更加的明显了啦。我相信大家在过去的1年半、2年里面都看了非常多的 X70 的试驾影片，甚至很多马来西亚会华文的人，甚至还会去找中国的一些博越。吉利博越 Pro 来看，所以我相信在看影片的你可能都比我更了解X70 的里面。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它有语音声控系统，也是很多马来西亚人第一次使用到这样子的功能。比如说 Hi Proton Coming Close Sunroof Shade OK。Closing the sunroof shade， 所以它现在就会用电动的把我的这个遮阳帘给遮起来。Hi Proton Open the sunroof shade。 OK，Opening the sunroof shade。 这个只是等下先 I cannot follow you and please say it again。 出去了。这个只是牛刀小试罢了，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它有这个很齐全的ADS 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像是它有 Pre-Collision Warning， 就分为 Autonomous Emergency Braking， 就是它侦测到有危险，它会自己帮你踩刹车。再来就是 Front Collision Warning， 只是哔哔哔哔哔罢了。Lane Departure Warning 先给你摆回来，你可以调整 Sensitivity、Blind Monitoring 盲点侦测系统，还有 Intelligent High Beam Control， 就是 Auto High Beam Control， 要的时候给你设高灯，不要的时候自动给你收回来。所以我觉得单单就我刚才讲的上述这些东西，无论是同价位或者是比它贵了3-4万块的C segment日系 SUV， 都给不到你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它在设备方面是肯定是很有诚意了的。不过我要讲的就是我过了1年半这样子，我再试回这辆车，它还是有那个问题，就是第一，它的荧幕它虽然是1280x720的高清荧幕啦，不过因为反光马来西亚阳光普照，看不到，真是看不到。现在已经在树荫下，我还看不到，大太阳更不用讲。第二就是说它的位置你通常看马路嘛，你要看这边嘛，然后通常有一些对手是用悬浮式荧幕了，就你的 eye travel 是这样到这样嘛了，它的 eye travel 是这样到这样子，或者这样子，所以它会让你驾驶的时候比较分心。再来就是电子仪表板很好，很多功能，不过你要按了这个才可以按这个，所以就我不要用夹啦吧，就是很夹啦，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很熟你才不会搞乱这个东西。我问过很熟的人还是会搞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待加强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救星了，就是这个吉利博越 Pro 的荧幕是更加大块，而且我网上看它是有点倾斜这样子了的，所以我相信吉利博越 Pro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表扬的，就是这个 Premium 版本的 X70 呢，它是有9个扬声器、9个 speaker 的，然后它用的是 Kenwood 的音响系统，有 Power Amplifier。而同期竞争对手方面呢，最接近的就是 Honda CR-V 有8个 speaker。其余的我们说 Mazda CX-5、尼桑 X-Trail 还是其他的对手，他们都只有6个 speaker。那9个 speaker 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在每一个门把这边都藏了一个推的，然后门下面有一个，所以每一个门就有2个 speaker 了，上一个下一个。然后在它的这个 spare tire 上面，它有绑了一个叫 Kenwood 的 subwoofer， 你在播一些高清音乐的时候，它真的可以给你很美妙的音乐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已经卖到这么便宜了，又给你这样子的音响系统，真的是很难去挑剔它了。回到几年前当 Proton 宣布要推出 X70 的时候，我收到了很多读者的反馈，很多消费者的意见。那在众多的意见当中，主要分为2种人。第一种呢，就是 Proton 的黑粉来的，他们会跟你讲他过去跟 Proton 有多少不愉快的经历。他以前的 Proton 的车是安卓，所以他不会再给 Proton 机会，他不会再相信 Proton 了。第二种人呢，就是 Proton 的粉，有些甚至到盲粉了，就是Proton 就是 Volvo 就是 Proton is the best， 你不可以讲他缺点的， Proton 做什么都是对的。
不断做100样东西，有101样都是对的。那第三种人呢，我觉得占主要的就是观望的，就是他们虽然不至于到讨厌 Proton， 不过也不见得会给 Proton 一个机会。很明显的 Proton 用事实证明了，用销量，用它的车子的质量，用它的 spec， 用它的价钱，证明了那一些讨厌 Proton 的人某些程度都是比较极端。不过他经过这些日子啊，因为现在这个不是新车了，它在路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很多消费者也知道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车，甚至有很多东西是有进步的空间，有非常大的进步的空间。现在我出这个junction先。CKD 版本的 X7D 呢，现在是用 1.8L 4气缸 Turbo 引擎搭配 7DCT 双离合器变速箱，它有181 HP， 还有300 Nm。然后它最厉害的就是它的300 Nm 呢，在1750 RPM 就可以开始爆发出来。我觉得马力它虽然不够CR-V 1.5 Turbo， 肯定不够 Mazda CX-5 2.5 Turbo。不过300 Nm 这件事情啊，真的是非常好用。你要隔车，你要出多，你要从junction出去，你要隔车，这个300 Nm 已经让你值回这个票价了，而且它也卖得不贵。那动力方面，我觉得是没有的好小了的啦，因为像它的弟弟车款 X50 呢，因为是 1.5L 3 cylinder， 所以从出来到现在都一直给很多人穷追猛打，它的3缸，一直3缸到天荒地老，还在跟3缸过不去。4缸就没有这个问题。当然美中不足的就是它一样没有 pedal shift 咯，这个是 X50 好像是没有呀，所以没有 pedal shift 可能很多人会介意啦。我不确定中国版本有没有啦，但是它有 Eco Mode、Sport Mode 跟所谓的 Normal Mode， 你去到 Sport Mode。我不觉得你会要使用到 Sport Mode 啦，因为 basically 处在 Normal 都是一动一静，静的时候 OK， 快的时候它也很激烈。我很喜欢它一点就是它是一个，它在某些程度它有德系车的味道啊。比如说这个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你可以调整 Sport 的 Steering， 就是让你的转向力度、方向盘变得更加的紧实，更加的tight啊。一般上日本车，我印象中我没有试过日本车是可以给你调 steering 要变硬的啦，很少啦。Lexus 好像有。据我所知呢，这个马来西亚版的 X7D 它是比中国的吉利博越还要来的软，就是它不会这么刚性啦，因为马来西亚的路不平，凹凸起伏、坑洞、坑洼洼，所以它必须要让它比较适合马来西亚的路况。但我个人觉得它很轻浮，很漂浮。你不用跑到很快，你超过80、100多，它不是这么舒服的一种体验啊。这样讲又不对哦，它是很舒服的，就是乘坐方面来讲。可是你驾驶的人，你始终觉得这辆车子它好像不够淡定啊，它好像年少气盛、比较轻浮的年轻人。甚至它的油门反应啊，它虽然很准，接近随传随到，可是你开了几天，开了一阵子过后，你会觉得它好像很急啊。它的油门，它的 pedal 会跟你讲再来一点。I mean 它有点类似 Volkswagen 这样子啦吧。Of course 这个 7DCT 它绝对不是 Volkswagen 的那个 DSG 这样子的类型。Volkswagen 那个是粒粒分明，拳到肉。但是很累，它这个呢比较模糊，比较举棋不定啊，这样讲又不对，比较怎么讲？它比较不是很清晰啦。把它的好处就是它很 smooth。
这个0到100的表现真的是麻麻得罢了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高速行驶的隔音表现如何。我觉得 OK 啦，你像我现在驾着120、130这样子 ，steering 也很稳，整个隔音感觉是相当 premium 的啦。那它会不会说比日本车好很多？我不敢讲，不过它肯定不是你想象中的 Proton 啦，因为它是吉利博越的来，它不是你印象中的 Proton Saga、Proton Vira 这些类型的车。我觉得这 X70 真的是在高速公路，我相信可以有一番作为啦。有一番作为不是说跑快，是它能够应付大场面。因为有时候你驾一些A segment SUV 或者是 B segment SUV， 你在跑高速公路的时候，你会 feel 到车子很薄很轻，然后总之就是很没有安全感就对了。那 X70 不会。最后我来到了这一条乡间小路，这个油中80力的弯曲的道路。因为 CKD 之后波段已经抽掉 4-wheel drive 4轮驱动版本，也就是说现在最低配到最高配的 X70 都只有 2-wheel drive， 也就是 front-wheel drive 前轮驱动的版本。因为 4-wheel drive 的销量不好，然后车又重，所以在马来西亚在马来半岛啦 4-wheel drive 缺乏了很稳固的这个市场。哇，这个 body roll 不是开玩笑的，车子好像是1635公斤啊！晃到，哎呀，真係好得人驚啊！但好玩啊，不是它很贴地啊，但好玩是它很离地啊，你好像离开地球表面那种感觉啊！哎，四脚蛇，哎，过。那你紧急刹车过后，它会出 double signal 的啊。等下我给这个 C 卡走鬼先。OK， 你看我只有礼让精神，给踩油。哇，静止在加速过后，你好像这辆车子的引擎在大口的呼吸啊。这个排气管的声音、引擎的声音 ，everything 就是让你感觉它很 hungry 啊，它很饥渴这样子的感觉。又到了做 conclusion 的时间，我先讲优点好了。第一个就是它的价钱，因为你去到最顶配也只是122,800块，比它的同级对手便宜了3万到5万左右。那第二个优点就是我觉得它的动力表现是非常好的，因为 1.8 Turbo 7DCT 有181 horsepower 300 Nm。那再来就是它的音响系统啊，我觉得9个 speaker 就是有 power amplifier 的 Kenwood Audio System 也是完胜其他对手的，因为其他对手的音响系统都不够它来了。再来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有一套非常齐全的 ADAS 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所以它的对手可能有一些有，不过就120多千甚至below 120千的售价，要有这样子的系统真的是不可能的代志啦。当然这辆车子的销量非常高，不代表它是没有缺点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它不 user friendly， 它的使用界面我个人觉得相当不友善，从它的中控台荧幕反光看不到，到它的仪表板很难使用，那个 control 乱七八糟这样子。再来，它没有 Android Auto， 没有 Apple CarPlay， 也是一个相当头痛的事情啦。因为其他对手几乎都有了，日系的、韩系的、德系不用讲啦，肯定有。再下来一个就是我觉得它的驾驶表现有待改善啊，我指的是操控行驶，因为这辆车子偏软，舒服是舒服，不过我个人觉得是比较难预测了一点，烧口呢也会好胆惊啊。最后一个缺点呢，它是一个很因人而异的东西来的。我个人觉得它的外观造型是好看。不过它不是这么耐看，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所以希望这支影片可以帮助你们在选购 C segment SUV 的时候，可以对 X70 有一个更清晰的画面。因为毕竟我相信它是很多人要买这类型 SUV 之前第一个会想到的车款。去试驾了过后，你可能会有自己的体会啦。所以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还没有 subscribe 记得 subscribe。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你去慢看。我在最开头的时候说了，
没有 X70 就没有我的 YouTube 频道。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时光回到2019年的2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还是 Top Gear 的中文主编，就是拿车就只是拍照、排版、写稿，然后出杂志、卖杂志，这样罢了。我是从来没有拍过任何一支 video， 没有讲解过任何一个 video 的。为什么？因为我 camera shy， 我不懂得面对镜头讲话，我也觉得自己不是一个 presenter， 我没有办法马上即兴这样讲，我也没有办法一边开车一边讲话，因为你以为一边开车一边讲话很容易啊？你做过人你就知道了，它不是你今天学明天就会的东西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拿 X70 是差不多准备要还了，所以在我还车之前我的老婆就问我说：“你确定你不要拍吗？你就随便拍一下啦，好过没有吗？因为你很多人排队嘛。”所以在拍那一支影片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心不甘情不愿的，真的是青菜到很青菜的那一种青菜，还穿着短裤出门，你就知道有多青菜哦。然后我就随便拍随便剪，好像那个 video 也没有到5分钟啊。然后好像过了2-3个月的时候，我再转回头去看的时候，这么有8万个 view 了的。不过那时候不是用我这个频道啦，那时候是用我的上一间公司的频道，所以那时候就让我种下了一颗种子，觉得说，I can do it, I can make it。可是后来因为杂志越做越不好，销量越来越差，然后市场也慢慢在淘汰读本，就是纸物、刊物这些东西。因为有这 X70 的这个经验我可能可以尝试换一下跑道，所以演变到今时今日拍影片已经成为了我的全职。所以会讲一些比较感慨的东西啦，所以希望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and 3, 2, 1 and cut。自从中国浙江吉利集团收购了马来西亚的国产车 Proton 之后，所有马来西亚消费者都非常期待他们即将推出的第一辆车，也就是第一辆 SUV Proton X70的表现到底怎样。打开 bonnet 盖过，其实你只会看到它的 engine cover， 然后他们采用的是封闭式的设计，所以你只会看到它的 engine 壳，还有它的 battery 盖这些东西，剩下的东西你都看不到，眼不见为净。然后这个中控台荧幕的像素虽然非常高，可是在阳光非常大的时候，它的 reflection 反射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基本上不是这么容易使用。你可以看到，你几乎每一移动，它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反光。一坐上来最明显的感觉是它的椅子非常高，然后even though你已经下到非常低，你坐上去还是感觉非常高。然后这个对于可能身高比较高的人来讲就有点麻烦，就是你会这样子看东西。然后 overall 驾驶起来其实非常安静啦。当然，因为它是用19寸的4条打压，所以难免打压的噪音会有。但是其实你行驶上面，包括这些坑坑洞洞这些路面比较不平其实还算是非常满意的。单就这一点，其实已经比很多所谓的日系 SUV 好很多了。Conclusion。123千买一辆国产 SUV 值不值得？值得，因为它已经不再是大家记忆里面中的 Proton， 也就是 Milo 顶，然后 Plastic， 而是一辆非常 solid 的一辆 SUV。当然缺点还是很多的，但是毕竟它已经是可以讲是史上最成功的一辆国产 SUV， 所以看 Conclusion， 123千买一辆这样子的国产 SUV 值不值得呢？值得，因为它已经不再是大家记忆中的 Proton， 也就是 Plastic， 然后 Milo 顶，而是一辆非常之 solid 的 SUV。